苹果在前不久发布了 M2 Pro Max 的 MacBook Pro 以及 M2 和 M2 Pro 的 Mac Mini。那么在2023年剩下的这段时间，还有2024以及2025年，苹果对于 Mac 这些产品有怎样的一个规划呢？今天的视频就想和大家分享苹果在未来这1到2年内对于 Mac 的一些发布的路线图。第一个我想讲的产品，其实也是我自己在今年最感兴趣的一款产品，就是15.5英寸的 MacBook Air。苹果上一次更新 MacBook Air 是在2022年的6月份，在当时他们是完全重新设计了这款产品，把沿用了许多年的楔形设计给舍弃了，转而是采用了和 MacBook Pro 一样的这种4边平边的设计。那这次15.5英寸的 Air 也会用上相同的设计，只不过不同的是它这次屏幕变得更大了，它将会成为有史以来屏幕最大的一款 Air， 屏幕尺寸几乎是要赶上了16英寸的 MacBook Pro。那由于体积变大了，所以它能够放进的电池也更大了，所以尽管它的屏幕是比上一代会更大，但是由于大的电池的存在，再加上它会使用的 M3 芯片，这款芯片不仅是性能更强，而且也能更节能，所以得益于这些，其实它的电池的续航反而是有增加的。那在去年年底的时候是说这款新的 Air 很有可能是在今年年初春季发布会和我们见面。考虑到苹果之前刚刚发布了新的 MacBook Pro 和 Mac Mini， 所以在3月份的春季发布会，这款 MacBook Air 全新的 MacBook Air 和我们见面的机会又一下子大了许多。那对于这款新产品，我个人对它最期待是因为它首先用上了新的 M3 芯片，再接下来它的屏幕也相对比较大，另外由于它是 Air， 所以会比我现在使用的16英寸的 MacBook Pro 相对更轻便一些，那更符合我自己对于它的需求，所以非常期待能在接下来的发布会看到它。那关于 MacBook Air， 除了这个新的下一代，其实还有一些更加远一点的消息。屏幕分析师 Ross 杨是说，在2024年首款配备了 OLED 显示屏的 MacBook Air 将和消费者见面。那根据 Ross 杨称，苹果是在2024年计划推出配备了 OLED 显示屏的13英寸 MacBook Air、11英寸 iPad Pro 和 12.9英寸的 iPad Pro。那 Ross 杨之前分享过很多苹果产品的一些消息，而且它的准确率相对是比较高的，所以我们也可以对几款产品有比较多的期待。Ross 杨并没有分享更多的细节，但是他还是表示了这3款设备都将支持 ProMotion， 也就是都会用上120赫兹的刷新率的屏幕。那对于使用 OLED 屏幕来说，最好的好处就是它会使屏幕具有更好的对比度以及电池寿命。说完 MacBook Air， 接下来这款产品其实也是很多人一直在想什么时候能更新的，那就是 iMac。那跟 MacBook Air 相比， iMac 上一次更新要追溯到2021年的4月份了，当时苹果也是首次重新设计了24英寸的 iMac 机型，然后用的是 M1 芯片，然后它的特色就是多彩颜色选择，有7种颜色。这款 M1 24英寸的 iMac 是目前苹果阵容中仅次于 Mac Pro 的最落后的 Mac 了，它其实早就应该升级了，因为已经隔了快2年了。那还是马哥们的消息，他说苹果计划在今年的晚些时候，大概是在10月或者11月的时候会更新 M3 芯片的 iMac， 因为哥们在之前曾经将 M2 系列芯片描述成苹果对于芯片策略上的一个权宜之计，因为苹果其实正在等待更加先进的基于3纳米工艺的芯片，也就是 M3 芯片，所以苹果会等到 M3 芯片出来之后再更新它的一体机的 iMac 电脑。那除了 iMac， 其实苹果也一直在传他们正在开发一款新的 iMac Pro。苹果是在2017年的 WWDC 的时候宣布了第一款 iMac Pro， 但是呢，它一直没有达到公司对于它的这个销售上的预期，所以在2021年的时候，苹果是宣布将它停产了。那关于 iMac Pro， 其实相对的消息并没有太多，那我觉得这些消息很有可能在未来几个月里面有更多的更新，所以我会在后续继续更新关于 iMac Pro 的更多的情报。那讲完一台 Pro， 我们再来看看另一台 Pro， 就是 Mac Pro。在苹果产品线中最过时的也是唯一一台还在用英特尔芯片的就是这台 Mac Pro。Mac Pro 是理论上它应该是最高端和最强大的一台 Mac， 但是大家都知道，随着苹果使用上了自家的M 系列芯片，其实 Mac Pro 的性能已经是称不上最强了。苹果其实在之前表示过，他们在芯片上转成苹果芯片大概要用2年的时间。那现在2年时间其实已经过去了，但是 Mac Pro 还没有变成苹果芯片。但是现在已经有消息说，苹果会在今年的某个时候宣布搭配了
苹果芯片的 Mac Pro。新款的 Mac Pro 将会使用与2019年时候相同的这种设计，但是将会搭配上 M2 Ultra 芯片。那这个性能的提升应该还是挺大的。接下来一个 Mac 产品是在去年新发布的一条产品，就是 Mac Studio。那苹果是在2022年的3月份宣布了这个产品，而且目前它是作为 Mac Pro 更新到苹果芯片之前最高端的一台 Mac 的桌面设备了。Mac Studio 搭配的是 M1 Max 和 M1 Ultra 芯片。那根据现在的消息，苹果会在今年的某个时候宣布搭配 M2 Max 和 M2 Ultra 芯片的 Mac Studio。尽管是有相关的传言，但是目前还没有更具体的消息，所以我也会和 iMac Pro 一样继续跟踪这款产品。那最后要讲到的就是 MacBook Pro 和 Mac Mini 了。大家都知道这两款产品才获得了更新，所以在今年应该是不太有可能得到更新。但是根据郭明基称，苹果会在2024年为 MacBook Pro 带来 M3 Pro 和 M3 Max 芯片。哥们也是说，在2025年苹果将会用上 OLED 面板给 MacBook Pro， 而且很有可能 Mac 在首次会使用上触摸屏。尽管我知道这个触摸屏听上去有点不可思议，因为在很多年前史蒂夫·乔布斯就讲过 Mac 不应该安装触摸屏。 It doesn't work. It's ergonomically terrible. 不知道苹果是不是又改变了一些想法呢？那对于 Mac Mini 而言是说2024年将会采用更新的机型，不过会是一个常规更新，也就是在芯片会有一些改变，但是在外形设计上是继续沿用现在的设计。那总结一下，就是在未来的1到2年之内，苹果对于 Mac 上还是有很大的发力的空间的。那我个人对其中最关注的产品就是我刚刚提到的新的 MacBook Air， 然后对于 iMac Pro 我其实也会有考虑，如果它真的有出的话。那对于最后提到的触摸屏的 MacBook Pro， 我自己会是持一个比较怀疑的态度。尽管我相信苹果是有在研发方面是对这一块是发力了，但是真的最后会不会上？根据我观察到的市场上的情况，好像大家对于 MacBook Pro 上触摸屏的呼声并没有很大。不知道你对于这些产品当中最关注的是哪一款？对于 MacBook Pro 用上触摸屏这件事情，你是持支持还是反对的态度呢？那欢迎你在留言或者弹幕留下你的想法。那今天的视频就是这样，我是小天，一个普通的消费者，上班族和科技爱好者，我们下个视频再见，拜拜。